夜幕降临，大部分人都开始休息。虽然修武者到了一定境界，已经摆脱凡人的体质，哪怕不睡眠、不吃不喝，也不会死，但适当的休息仍会恢复体能，对修炼也有帮助。所以大部分人到了晚上还是会选择适当休息，尤其是天赋较弱之人。不过龙氏营地内却有2个人并没有睡，这2个人的天赋可是非常之好，他们便是龙氏执法长老龙瑞云以及龙氏内的修武天才龙南巡。他们各自有着各自的寝宫，但眼下却在同一座寝宫之中，并且这宫殿之内只有他们2个人。南巡少爷为何对小小公主如此专情？你可不要忘了如今龙氏内的局势。龙瑞云问道。当然知道，但小小之前对我帮助不少，我总不能在他母亲失势后就置他于不顾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该帮助他，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他的芳心。龙南巡说道。龙氏族内的争斗是非常残酷的，适当的时候也要放手。事实上，若不是龙生部还愿意守护龙小小，他今日又哪来的勇气对我们耍威风？龙瑞云说这话的时候不由得冷哼一声。很显然，今日龙小小对他们的训示让他怀恨在心。瑞云奶奶，您放心吧，我龙南巡不是傻子，虽然我是真心喜欢小小，但我心中也有分寸。若叫我与小小以及家人前程方面来选，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家人安全以及我的前程。况且现在局势未定，也许还有转机。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龙小小，这对我来说反倒是最佳机会。毕竟现在只有我还坚守在他身边，愿意为他做事。若是日后真的有了转机，那他就算不喜欢我，也必定会记住这份忠心，我必定会得他重用。龙南巡说道。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总之你要记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龙瑞云说道。好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忽然间又有一道声音响起，那是女子的声音，并且声音充满了讽刺。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无论是龙瑞云还是龙南巡，皆是神色大变。先不说这座宫殿已经不好结界，旁人根本进不来，单说他们刚刚说的话乃是大不敬的话，若是传出去，尤其是传到龙小小耳中，那可是要倒大霉的。可是偏偏无论他们怎么观察，却都找不到那说话之人，这就更让他们害怕了。明明这宫殿之内只有他们2个人，为何会有第3个声音出现？你是谁？莫要装神弄鬼，给我滚出来！观察无果后，龙瑞云怒声喝道。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那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当声音再度响起之时，一道倩影也是随之浮现。看到这名女子，龙南巡和龙瑞云皆是满眼惊讶，神色复杂，震惊的同时更是感觉难以置信，因为眼前出现这个人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人。这个人乃是伏魔仙儿。怎么会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龙瑞云凝声问道。说这话的时候还四下观望，他是在找看看伏魔仙儿有没有同伙，毕竟在他看来，伏魔仙儿不可能一个人进入他这座宫殿之中。老太婆，你可还记得今日我对你说的话？祸从口出哟。伏魔仙儿说话时双眼微眯，眼中露出了一抹寒芒。然而此时龙瑞云哪里会去想那么多，他没有再多说，但却直接出手，磅礴的威压释放而出，如无形猛兽张开血盆大口向伏魔仙儿吞噬而去。可是那威压释放而出后，龙瑞云反而愣住了，他的眼中涌现出了错愕，紧接着浮现出了恐惧。他起初还有些怀疑，但现在已经确定他的威压被伏魔仙儿挡了下来，并且这一次没有其他人的帮助，是伏魔仙儿自己挡下来的。不过龙瑞云并没有因此而收手，反而将手抓向自己的头发，把自己头上的金色发簪取了下来。发簪取下便化作一道金芒，直奔伏魔仙而去。那发簪威力极强，掠出之际更是发出龙吼。原来那发簪乃是一件半成尊兵，而龙瑞云这一出手更是融合了强大的武技。只是面对那恐怖的发簪，只见伏魔探手一抓，便将其握在手中。雕虫小技。此话落下，伏魔仙儿手掌一握，只听咔嚓一声，那金色发簪便被捏成粉碎。见此一幕，无论是龙南巡还是龙瑞云都被吓傻了。那金色发簪可是半成尊兵，坚硬无比啊！下一刻，伏魔仙儿衣衫舞动，他的威压释放已释而出。那威压释放之后，这方空间便开始崩溃瓦解。无论是龙南巡还是龙瑞云，都是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那气息竟比龙生部还要恐怖数倍。你到底是什么人？龙瑞云开口了，但他的声音之中已是充满恐惧。他和龙南巡终于意识到，原来这个看上去并不是很强的丫头，竟是一个如此恐怖的存在。莫说他们2个，就算是龙生部在此，也绝不是这个丫头的对手。果然是井底之蛙。看着龙瑞云和龙南巡那惊慌错愕的模样，伏魔仙儿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但他眼中的杀意却丝毫不减。受死！突然他手臂一抬，便向那龙瑞云抓去。他是想用自己的手硬生生的将龙瑞云的嘴巴撕烂。可是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龙瑞云之际，却忽然一只手掌出现，并且抓住了伏魔仙儿的手腕，将伏魔仙儿的攻势给拦了下来。侧目观望，伏魔仙儿的也是神色一变，脸上涌现出了慌张之色。这位来者乃是伏魔仙儿的奶奶姑苏大人。只是见到自己的奶奶后，伏魔仙儿并没有称其为奶奶，反而称其为姑苏大人，并且他也没有了之前的亲昵，反而是满眼的敬畏与恐惧。仙儿怎么如此不冷静？这可不是你的性格。伏魔仙儿的奶奶凝声说道。姑苏大人，是我莽撞了，请赐罪。伏魔仙儿说话间竟向后倒退一步，随后半跪在地，施以请罪之礼。见此一幕，龙瑞云和龙南巡也都是目瞪口呆，同时更加恐惧了。他们不知道此时出现的老妇人是谁，但他们却从伏魔仙儿的表现上看得出来，这名老妇人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都比那伏魔仙儿更强。
只是这究竟是何方神圣啊？他们身为龙氏族人，也算见多识广，但从未见过这2号人物。此时，伏魔仙儿的奶奶也是注意到了龙瑞云以及龙南巡的目光，但她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手指探出，对着龙瑞云以及龙南巡的额头轻轻一点。下一刻，龙瑞云以及龙南巡便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原地。做完这件事之后，伏魔仙儿的奶奶才看向伏魔仙儿：“起来吧，这算什么罪？”伏魔仙儿的奶奶对伏魔仙儿说道：“多谢姑苏大人。”伏魔仙儿先是施礼道谢之后，这才敢站起身来：“姑苏大人，您什么时候回来的？”伏魔仙儿问道。“我也是刚回来。”伏魔仙儿的奶奶说道。“顺利吗？”伏魔仙儿问道。“顺利。”伏魔仙儿的奶奶笑了笑，这才说道：“别拐弯抹角的，仙儿想说什么，直说便是。”伏魔仙儿先是有些犹豫了片刻后，这才说道：“姑苏大人，今日之事可否不与少主说？”“可以，不过仙儿有一件事你如实告诉我。”伏魔仙儿的奶奶问道。“姑苏大人请讲。”伏魔仙儿说道。“你该不会喜欢上楚风了吧？”伏魔仙儿的奶奶问道。“没有，仙儿不敢。”听闻此话，伏魔仙儿连连摇头，但那美眸之中却涌现出了慌张。“仙儿，我是为你好，千万不要喜欢上楚风，这是一个你不可以喜欢的男人，知道吗？你要是喜欢上他，连我都帮不了你。”伏魔仙儿的奶奶说道。“多谢姑苏大人提醒，仙儿牢记于心。”伏魔仙儿连连点头。“好了，你回去吧，这里由我处理就好了。”伏魔仙儿的奶奶说道。“仙儿明白。”伏魔仙儿说完此话，便很是听话的离开了此地，不敢有一丝停留。而伏魔仙儿的奶奶则是大袖一挥，袖袍甩动，没有掀起一丝微风。但那原本跪在地上的龙瑞云以及龙南巡却忽然站起身来，不仅站立，还恢复到了先前他们2人对话聊天的姿势。蝼蚁也有蝼蚁的生活，尔虞我诈果然在任何群体都是存在的，这便是人性吧。伏魔仙儿的奶奶看着龙瑞云以及龙南巡摇了摇头，随后便身形一动，飘洒而去。当伏魔仙儿的奶奶以及伏魔仙儿先后离去之后，原本石化的龙瑞云以及龙南巡便突然苏醒。苏醒之后，2人面面相觑，他们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但也说不清哪里不对劲。“南巡少爷，我们刚刚说到了哪里？”忽然龙瑞云问道。龙南巡先是思考了一下，这才说道：“瑞云奶奶，您好像是告诉我要为自己着想。”“哦。”龙瑞云点了点头，但很快他神色大变，将手摸向了自己的头发。“南巡少爷，我的盘龙发簪呢？”龙瑞云十分紧张地问道。“发簪刚刚还在您头上啊。”龙南巡说道。“刚刚？怎么可能？一定是不小心掉落了。南巡少爷，快帮我去找。”龙瑞云说话间便破门而出。见状，龙南巡也是赶忙追了上去，紧接着2人便开始拼命地寻找那发簪。他们显然已经不记得伏魔仙儿所出现的事情，更不记得伏魔仙儿的奶奶也来过，就连那发簪是怎么没的都不记得了。次日，伏魔少羽终于来到了约好的地点，但伏魔少羽却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还带着一名女子。这名女子长得不是惊艳，但却非常耐看，非常的干净。她皮肤白皙，目光清澈，简单的扎着一个长长的单马尾，就连穿着也是相当的朴素。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乍一看不会特别喜欢，但却很舒服，并且是越看越舒服的那种女孩。看到伏魔少羽归来，楚风和伏魔仙儿都很高兴，刚想打招呼，可谁曾想那名黑发女孩却是忽然对楚风开口：“楚风，你真的是楚风吗？”那名黑发女孩连连问道：“我是楚风，不知姑娘你是？”楚风问道：“好了，姑娘，你有什么话等一下再说，我先和楚风兄弟聊正事。”可还不待那名女子开口，伏魔少羽便将她推到了一旁，而那名女子倒也识趣，她没有再多言，而是继续打量楚风。只是越是打量，她眼中的失望便越是浓郁。“嘿嘿，楚风兄弟，我可想死你了。”见到楚风，伏魔少羽先是给楚风来了一个熊抱，这才笑嘻嘻地问道：“怎么样，我这个妹子没有给你添麻烦吧？你们2个有没有做不可藐视的事情啊？”伏魔少羽一脸的坏笑：“哥，你胡说什么呢？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啊？”听得此话，伏魔仙儿顿时小脸一红，狠狠地瞪了伏魔少羽一眼。“不可描述的事情呢，就是不方便描述的事，比如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修炼。”伏魔少羽笑嘻嘻地说道：“这有什么不方便描述的？”伏魔仙儿气得直跺脚，而看伏魔少羽一脸的轻松，楚风便知道楚氏天族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楚风毕竟还是关心自己的家族，所以还是询问起来。听闻楚风询问家人，伏魔少羽就甚是得意：“楚风兄弟，我办事你放心，我亲自选了一个藏身地点，现在你的家族已经顺利转移，我保证没人能找到你的族人，就算找到了也无可奈何。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放肆的去闯荡修武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顾忌的去做你想做的事了。”伏魔少羽说道：“辛苦少羽兄，得知族人没事。”楚风彻底放下心来，就如伏魔少羽所说，若是没了后顾之忧，他做起事来也会更加轻松自在，更加随意。对了，这是你们族人藏身的地方。伏魔少羽说话间，将一个小的卷轴递给了楚风。楚风接过后，打开看了一眼，这才发现那卷轴原来是地图，上面画着楚氏天族族人如今所转移到的地方。还真别说，这个地方还真是一个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地方。只是想到那么多族人突然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到新的地方居住，楚风又有些不舒服。苦了我这些族人了，楚风感叹道。本来现在的楚氏天族可是统治着祖武星域的势力，突然之间凭空消失，也难免会引起议论。他们苦什么？有你这么有出息的族人，乃是他们的荣幸啊。伏魔少羽说道。对了，少羽兄，那位姑娘是谁啊？她好像认得我。楚风看着那名黑发女孩，小声问道。她呀，这个丫头是找你的。伏魔少羽说道。找我的？楚风很是诧异，
因为他分明不认识这个黑发女孩。对，他到了你家族，然后指名道姓要见你，我看他很急的样子，又知道你在哪，便将带他来了。但是他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事情找你也不与我说。本来我以为是被你甩了的姑娘呢，但现在来看，好像并不是啊。伏魔少羽小声说道：“当然不是，我都不认识这个姑娘。”楚风说道：“行吧，行吧，你们聊吧，她到底有什么事？你问问便知道了。”伏魔少羽说完此话，便拽着伏魔仙儿离开了。两兄妹笑嘻嘻的，感情还真不是一般的好。而楚风则是来到了那黑发女孩面前。姑娘，你找我有事？楚风问道。我们还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聊吧。那黑发女孩说话间，便踏空而行，向远处走去。见状，楚风也是跟了过去。这黑发女孩倒是没有走出太远，只是来到了一处周围无人的地方，便停了下来。只见其手臂一扬，便有一道结界浮现，将楚风与他封锁在了里面。那是圣级结界之力，并且还是龙纹级。尽管楚风的精神力被吞噬，但界灵师的敏锐还在，他能察觉到这名女子绝对不是寻常的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她的结界之力很强，很可能是掌握了龙变之感的界灵师。而她的修为因为有所隐藏，所以楚风看不出来，但只是这结界之术已足够让楚风对这名黑发女孩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虽然看着相对平凡，但实则很不简单。再问你一遍，你真的是楚风吗？是那个被楚氏天族遗弃，在祖武下界九州大陆楚家长大的楚风？黑发女孩问道。是我。姑娘，你又是谁？楚风问道。他对这个女孩越来越好奇了。我叫于婷，今日来找你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于婷说话间便取出了一个铃铛，那是一个紫色的铃铛。看到那铃铛，楚风顿时目光大变，内心更是大惊，整个人的情绪都变得激动、紧张且极不稳定。这个铃铛楚风不可能不认得，这是楚风亲手用结界之术凝聚而成的铃铛，这是他送给紫菱的一份小礼物。于婷姑娘，这铃铛你是从何而的？楚风拿过那铃铛便追问道。楚风向来沉稳，但此时他已经乱了分寸。紫菱对楚风实在太过重要，紫菱是除了女王大人外，真正与他患难与共、经历过磨难与冒险的女子。只是自从楚风第一次离开祖武下界，他便再也没有见过紫菱。根据他父亲留下的信息，楚风倒是得知紫菱如今应该还在圣光天河之内。紫菱很想帮助楚风，但奈何天赋差距太大，所以哪怕有楚风父亲帮助过紫菱，可紫菱也需要加倍努力。楚风只知道紫菱如今在一个地方修炼，但具体是哪里，楚风却并不知晓。自从离开祖武下界，楚风就再也没见过紫菱，而紫菱在楚风心中的地位也是无需多言。紫菱是少数能够让楚风乱了阵脚的人，尤其是当楚风终于知道紫菱的消息之时，楚风真的是又兴奋又紧张。兴奋是终于有紫菱的消息了，而紧张的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看来你的确是楚风。于婷一直在仔细观察着楚风的反应，他从楚风的表现看得出来，楚风对紫菱的确非常在乎。既然你是楚风，那我也就直说了，紫菱她遇到麻烦了。于婷说道。遇到麻烦了。得知此事，楚风更加紧张了。他最担心的就是紫菱遇到麻烦，但这最让他担心的事情却还是发生了。你也别太过担心，这件事情需要解决，但并没有那么容易。你现在慌乱没有用。于婷说完此话后，又对楚风说道。知道卧龙武宗吗？卧龙武宗知道。楚风之前曾向龙道之打听过关于圣光天河的格局，所以对于这卧龙武宗，楚风还是有所了解的。这卧龙武宗乃是当今圣光天河内除了圣光天河外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只不过这卧龙武宗较为隐秘，据说卧龙武宗所在的卧龙星域，外人根本无法进入，只有圣光天河的人才能有资格拜访。若是其他人擅自闯入，则杀无赦。并且卧龙星域不仅有隐藏阵法和守护阵法，就连这个星域的位置都是缥缈难测，少有人知道它具体在哪里。就算想擅闯，也是找不到方位。并且卧龙武宗没有办法主动加入，他们会亲自挑选弟子，只有他们看上的人才能加入他们，而他们看上的人无论是否愿意，都会被卧龙武宗强行带走。总之，这实力强横却又神秘且霸道的宗门，紫菱现在就在卧龙武宗之内。紧接着，于婷开始详细的为楚风讲述起关于紫菱的事。紫菱原本在圣光天河一座禁地之内修炼，但却被卧龙武宗的宗主大人发现，并且被卧龙武宗的宗主大人看中，于是紫菱便带入了卧龙武宗之中，成为了卧龙武宗的弟子。紫菱不仅进入了卧龙武宗，还成为了卧龙武宗宗主，唯一一个关门弟子。作为一个新人，紫菱立刻成为了卧龙武宗的焦点，所有弟子和长老都很好奇紫菱到底有何本事，竟能被宗主大人看好，并愿意亲自栽培。而后的紫菱倒也没有让人失望，她进步飞速，很快成为了卧龙武宗的佼佼者，并且被公认为是整个卧龙武宗最有天赋的人。明明紫菱到达卧龙武宗的时间特别短，但已经有不少人认为紫菱会成为卧龙武宗宗主的继承者。可谁曾想，就在这种时候，紫菱却突然要离开卧龙星域。他说有要紧事要出去，可是按照卧龙武宗的规矩，除非宗主大人允许，否则任何人不准外出，若擅自离开，乃是杀头的大罪。那段时间，卧龙武宗的宗主正准备精心培养紫菱，自然不允许紫菱离开。可紫菱却执意要离开。终于，紫菱的执念惹怒了卧龙武宗的宗主，卧龙武宗宗主将紫菱关入了卧龙武宗的遗弃之地，而那遗弃之地都是犯了大错的人才会被关入其中，凡是被关入其中的人将再也无法出来，哪怕死也要死在里面，此生此世再难获自由。该死！得知紫菱竟遭遇如此劫难，
楚风顿时怒火中烧，当初所有人都不理解紫菱，就连我也不理解，但后来他终于告诉我原因，其实他当初执意离开卧龙武宗，乃是因为你。于婷此话一出，楚风的心都快要裂开了，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心痛。他想见你，他想帮助你，就连修炼变强都是为了你，但他不敢与任何人说，他害怕你遭到卧龙武宗的报复。于婷继续说着，其实不用于婷说，楚风也能猜到紫菱要离开卧龙武宗的原因，但从于婷口中说出这个经过之后，楚风的心就更痛了。若不是因为他，紫菱也不会遭遇此劫。你想救他吗？忽然，于婷对楚风问道。想，当然想。楚风说道，哪怕有可能死，你也愿意尝试？于婷继续问道。愿意。楚风说完此话，便赶忙追问道：于姑娘，你可知解救紫菱的方法？若是知道，请你务必告诉我。方法倒是有，只是非常冒险。于婷说道。什么方法？我都愿意尝试。于婷姑娘，你快说。楚风追问道。我说了，你现在乱了方寸，没有任何用。想救紫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需要从长计议。于婷很是凝重地提醒道。好。见状，楚风则是赶忙稳定自己的情绪。见楚风稳定，于婷这才开口：宗主大人，其实特别惜才，若不是紫菱的执着刺痛了宗主大人，也不可能将他关入遗弃之地。而据我听说，遗弃之地虽然危险重重，但被关入其中，并不会立刻死去，而是会在里面孤独终老，悲惨的死去。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你若想救紫菱，倒是还有时间。只是你必须成为卧龙武宗最强的弟子，才有机会进入卧龙武宗的禁地，因为那遗弃之地的入口就在禁地之中。于婷说道。于姑娘，请带我去卧龙武宗。楚风说道。楚风对于婷并没有过多怀疑，于婷既然能知道紫菱这些事，又能拿到紫菱这个铃铛，就说明他是紫菱非常信任的人。紫菱信任的人，楚风便也应当信任。卧龙武宗可没有那么好进，就算我是从卧龙武宗逃出来的，但我想要回去，也根本找不到回去的方法了。于婷说道。逃出来的？听到逃字，楚风也意识到了一些事，紫菱的麻烦很可能也将眼前这位于姑娘也牵连了。毕竟这个姑娘自己都说了，擅自逃离卧龙武宗可是杀头的大罪，若不逃出来，怎么能找到你？其实逃出的方法还是紫菱告诉我的。你知道为何紫菱告诉我关于你的事，并且还给了我这个铃铛吗？因为在卧龙武宗，我是紫菱唯一信得过的朋友，当然他也是我唯一信得过的朋友。他害怕他逃脱失败，他也深知他失败后的下场，所以他告诉了我关于你的事，并且给了我这个铃铛。他说若是他出了事，就让我找机会去见你，若没有机会，不必强求，但假如有机会的话，让我将铃铛还给你，并且让我告诉你，他去了远方，叫你不必找他，也不必担心他，他会照顾好自己，待时机成熟，自会找你。于婷说道。听到这里，本就心里更加酸楚，紫菱这个丫头竟在这种时候还在为我考虑。楚风感到自责的同时，却也感到非常幸福，能被这样一个女人爱着，是他的幸运。看得出来你与紫菱的关系很好，否则你也不会冒死来通知我。楚风对于婷说道。我来找你，不仅仅是为了帮紫菱，也是为了帮自己。于婷说道。帮自己？只是于婷的这句话却让楚风有些听不太懂了。紫菱寻找的逃离方法并没有问题，我能成功逃出来，就已经验证了这件事的可行性。本来紫菱与我告别之后就准备逃走的，是我劝他，是我让他再与宗主大人商量一下，再去求求宗主大人，也许宗主大人就同意他离开了。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反而被关入了遗弃之地。话到此处，于婷低下了头，在他的脸上，楚风能够看到他的自责。这件事并不能怪你，而是你们的宗主太过蛮横了。楚风安慰道。但这也是楚风的心里话，楚风实在想不通，是一个什么样的宗主能如此的固执，竟不允许自的弟子离开卧龙武宗。更何况紫菱能成为他的闭门弟子，说明他非常的喜爱，而就是他如此喜爱的弟子都不能违背他的意愿，若是违背了，就要遭受最严厉的惩罚。这个宗主大人也未免太过可怕了一些。楚风，其实我听闻还是有方法可以进入卧龙武宗的。忽然于婷对楚风说道。是何方法？楚风赶忙问道。我也不知晓这个方法，但我听说有一个叫做诸葛圆空的人知道这个方法。于婷说道。当真？楚风激动地问道。当真？于婷点了点头。那走，我们去找那诸葛圆空。楚风说道。不过那诸葛圆空已经不在世了。于婷补充道。什么？听闻这句话，楚风简直是晴天霹雳，这种感觉就像是刚刚看到了希望，但希望又消失了一样。一个死去的人，就算知道这个方法，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还能让死人开口不成？那这位诸葛圆空前辈可还有亲人或者朋友？但楚风还是问了，他还是想要再尝试着寻找一些方法，毕竟这可是关乎着紫菱的安危。他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不过我知道诸葛圆空的一个旧址，这个地方少有人知，也许那里能够找到一些线索。于婷说道。听到此话，楚风觉得于婷这个方法很不靠谱，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找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希望太过渺茫。可是奈何楚风也想不到其他方法，所以无奈之下，倒只能同意于婷的要求。决定之后，楚风不想耽搁时间，便想直接启程。于是他便回去找到了龙道之以及伏魔少羽等人，想要做个告别。少羽兄，你们要走吗？谁曾想还没来得及说出告别的打算，伏魔少羽竟然先与楚风告别了。伏魔少羽以及伏魔仙儿想要离开，天下间没有不散的宴席，何况对于这浩瀚修武界，我还不了解，有太多的事情想要探索了。不过我会回来看你的楚风兄弟，也许要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楚风兄弟，你可一定要等我，记住了，
你是我的人。伏魔少羽笑嘻嘻地对楚风说道。面对这样的伏魔少羽，楚风也是笑了。刚认识的时候，他觉得伏魔少羽可能精神有问题，但接触久了，他发现伏魔少羽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少羽兄，希儿姑娘，那就后会有期了。紧接着，楚风对伏魔少羽以及伏魔仙儿抱了抱拳，后会有期。一番短暂的告别，伏魔少羽便与伏魔仙儿离开了。这个兄妹俩一如往常，十分亲密，哪怕赶路的时候也是互相打闹，这样的感情羡煞旁人。只是楚风不知道的是，当伏魔少羽和伏魔仙儿走远之后，周遭的空间便忽然变化，二人进入了隐藏状态。紧接着，二人的关系也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伏魔仙儿，先前还一口一个臭哥哥的他，此时规矩地站在伏魔少羽身后，一脸敬畏，莫谈说话，就连呼吸他都变得十分小心。仙儿不必如此拘束，像刚刚那样不是也挺好的吗？伏魔少羽笑着问道。仙儿不敢对少主不敬。伏魔仙儿低头说道。关心亲密就叫不敬吗？伏魔少羽问道。少主，主仆关系总要分尊卑的。忽然间又有一道声音响起，紧接着二人身旁空间蠕动，伏魔仙儿以及伏魔少羽的奶奶也是浮现而出，落在了二人身旁。但很显然，她并不是伏魔少羽以及伏魔仙儿的奶奶，她乃是伏魔仙儿口中的姑苏大人。我觉得热热闹闹的挺好的，总比现在这样拘束着好，这样太有距离感了，实在没意思。伏魔少羽感叹一番后，便看向伏魔仙儿。仙儿，你觉得楚风怎么样？楚风嘛，他现在修为虽尚弱，但天赋极佳，若能顺利成长，圣光天河内会有他的一席之地。伏魔仙儿说道。不止吧，以他的天赋，何止圣光天河，整个浩瀚修武界都迟早会有他楚风的名字传遍开来。伏魔少羽笑着说道。相比于伏魔仙儿，他对楚风似乎更加自信。对了，仙儿，我让你跟着楚风，假装喜欢他，你有没有假戏真做呀？忽然伏魔少羽笑眯眯地看向了伏魔仙儿。少主，仙儿不敢。而伏魔仙儿则是吓得赶忙跪在了地上。就随便问问吗？看把你紧张的。见状，伏魔少羽则是将伏魔仙儿搀扶了起来。你这丫头啊，就是开不起玩笑，我故意让你扮我妹妹，假装亲密，就是想让你放下对我的敬畏，用真实的性格来与我接触，不曾想你如此固执。伏魔少羽无奈地摇了摇头。少主，你就不要难为仙儿了，让她假扮你的妹妹已经很难为她了，还是让她想怎样就怎么样吧，不然她会很累的。姑苏大人说道。行吧，不难她为了，也不难为你了。伏魔少羽哈哈大笑。离开楚风后，伏魔仙儿的性格变了，姑苏大人的性格也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变了。可唯独这伏魔少羽还是之前的样子，看来接触楚风的样子就是他本来的样子。当然，他更是对楚风隐藏了极大的秘密。对了，姑苏前辈，我叫你去打探的事情，可打探清楚了？忽然，伏魔少羽问道。回少主，已经找到了，只是这个地方有些危险，那是圣光一族的领地。姑苏大人说道。可听到这句话后，伏魔少羽却是忽然笑了。区圣光一族，有何为惧？走，就去圣光一族。话罢，伏魔少羽便加快速度。此时，空间都变得扭曲，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快速前行。那是楚风从未见过的力量与速度。楚风与龙道之等人分开后，龙道之他们返回了祖武星域，而楚风则是与于婷前往了那诸葛元空所在的旧址。因为距离较远，便只能借助远古传送阵。不过在远古传送阵内，可以使用工具加快航行速度，所以楚风和于婷倒也可以进行休息或是修炼。但楚风对于于婷以及卧龙武宗，则是还有许多好奇，他也更想了解一些关于紫菱的事，所以忍不住之下，还是向于婷询问起来。于姑娘，我若没有猜错，你应该是掌握了龙变之感的戒灵师。楚风问道。龙变一众，于婷说道。果然是龙变一重。其实楚风早就猜测出于婷的戒灵之术可能是龙变一重，但当于婷亲口承认了，楚风仍是感到佩服。在楚风看来，于婷的年龄应该也不大，很可能还是小辈。小辈能掌握龙变一众，在圣光天河来看已是相当卓越。毕竟现在来看，整个圣光天河内后辈戒灵师中名声最大的就是悟道圣尊的小徒弟吕介，但那吕介已不是小辈，而据传闻，吕介的龙变之感也只是第二重而已。由此可见，若能100岁以内能掌握龙变一众，是有多么的厉害。否则，晨光和岳阳也不可能被认为是天才戒灵师，就连那龙南巡和龙瑞云都那般吹捧。那不知于婷姑娘，你的修武方面是何境界？楚风再度问道。4品至尊。于婷说道。4品至尊。听闻此话，楚风更是惊讶。尽管早就知道这于婷不简单，但现在看来，自己还是小看了这个姑娘。修武境界，4品至尊，戒灵之术，龙变一众。都说楚风是天才，但楚风在于婷面前，可能已是算不上天才了。同为小辈，虽然戒灵之术楚风略胜一筹，但是修武方面却远不如这于婷。不要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修武方面，我在卧龙武宗之内是最弱的弟子。于婷说道。不会吧，你这样的实力还是最弱的？楚风真的是惊讶的连嘴巴都张开了。就以于婷这个实力，放在圣光天河，那也是相当顶尖的天才了，但在卧龙武宗居然是最弱的。那卧龙武宗内的弟子们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惊讶的同时，楚风也是想到了一个问题。想到这里的时候，楚风的内心却有了一抹窃喜。既然于婷这种修为都是卧龙武宗内最弱的弟子，那么紫菱之前已经被认为是卧龙武宗宗主的继承者，想必紫菱如今的修为就一定在这于婷之上了。于是楚风不由问道。于姑娘，那不知紫菱的修为是何境界？紫菱的戒灵之术倒是并不如我，那是她的短板，但是她的修武境界
要远在我之上。被宗主大人关入遗弃之地的时候，紫灵的修为已经是达到了9品至尊。于婷说道：“9品至尊吗？这丫头够厉害的。”楚风真是又惊又喜，尽管早有准备，但紫灵如今这个修为，还是把楚风吓了一跳。毕竟当初的紫灵可是远不如楚风，而楚风这一路走来，进步也可谓是神速。但不曾想，这短短几年时间，竟然被紫灵甩开了这么多。不过楚风却是为紫灵感到高兴。紫灵天赋本不如楚风，能有今日成就，定然是吃了比楚风更多的苦，而也唯有强大的修为，才不辜负他的付出。紫灵说，他的修为本远不如你，天赋更是不如你，他能有现在的天赋，是因为你的一个亲人帮了他。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其实挺失望的。本以为你很强，但不曾想你却只是1品至尊。你的亲人既然能帮天赋不如你的紫灵变得天赋那般利奥德，那你的那个亲人怎么就不帮你呢？于婷对楚风问道。这个，我的亲人希望我靠自己。楚风笑着说道。那个所谓亲人，自然便是楚风的父亲。紫灵能有今日成就，离不开楚风父亲的帮助，尤其是在楚风父亲的帮助下，紫灵能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蜕变，也是间接的说明了他父亲的强大。但他父亲这般强大，却不帮他，楚风也并不责怪他的父亲。他很清楚，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定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但到达了一定境界之后，可能就再难有突破。而楚风若依靠自己慢慢成长，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能帮你却不帮你，让你自己成长，这种事情我是无法理解。于婷发出了一声冷笑，那冷笑充满了怀疑，应该是觉得楚风的话未必可信，但楚风却也不怪于婷，莫说是于婷无法理解，想必大部分修武者都无法理解。众所周知，越是强大的家族，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高。修武者自身天赋很重要，但有强大的人来引导、来辅佐，往往更重要。而楚轩辕对楚风的培养理念就是放养，这违背了大部分人心中变强的方式，自然不受认可，自然不被理解。对了，你的那个亲人既然能帮紫灵的天赋变强，定然很厉害吧？不如去找你那个亲人帮忙，也许他能解救紫灵。虽然你的那个亲人不愿意帮你，但也许愿意帮助紫灵呢？于婷问道。我的那个亲人不在圣光天河了。楚风说道。原来这样。于婷略感失望，而之后的于婷变得越发沉默，就好像不愿意与楚风聊天了一样。这种情况下，楚风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所以开始继续钻研尊境武技。经过一段有些漫长的路程后，楚风和于婷终于离开了远古传送阵，他们来到了诸葛元空的旧址。这个地方位于一座山峰之上，这山很荒凉，杂草横生，连一条蛇都没有。莫说灵兽，连普通的野兽也不愿栖息在这座山上。这可真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这种地方方圆几百万里都不会有修武者的踪影，可偏偏这山头之上却有着一片茅草房，这里便是诸葛元尊的旧址。楚风二人御空而行，楚风本想直接飞到那茅草屋前，然后进去找线索，可谁曾想那于婷竟然飞落而下，落在了山脚下。紧接着于婷更是做出了一个让楚风有些意外的举动。于家后人于婷拜见诸葛前辈。于婷跪在山脚下，竟然开始施以跪拜大礼。随后他也没有再御空而起，而是缓步而行，沿着山脚下的山路一步一步地向山上攀登。见此一幕，楚风才恍然明白，难怪于婷知道诸葛元空的旧址，看来于婷与诸葛元空的关系还很不简单。既然诸葛元空是于婷尊敬之人，楚风自然也要尊敬。于是楚风也是飞落而下，跟着于婷从山脚下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于姑娘，诸葛元空前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知道进入卧龙武宗方法，想必也很不简单吧？登山之时，楚风问道。你居然真的不知道诸葛前辈？于婷有些诧异地看着楚风。我的确不知。楚风有些尴尬地说道。其实也不怪你，毕竟诸葛前辈已经死去几千年了。修武者的世界就是如此残酷，人们只仰望当今强者的风采，却少有人拜祭昔日强者。就算拜祭，也是别有所图，试图那些强者留下的宝物与秘籍。于婷说道。的确如此。楚风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旋即又说道。你若知道的话，还是与我讲讲诸葛前辈的事吧。悟道圣尊，你可知晓？于婷问道。知道。楚风当然知道，那可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强的界灵师，掌握了龙变第5重的存在。而龙变第5重，那可是堪比武尊境的力量。也就是说，那悟道圣尊强大到只凭借界灵之术就能与武尊境强者抗衡的存在。在悟道圣尊之前，诸葛元空便是圣光天河最强的界灵师，诸葛元空也是圣光天河内最先掌握龙变之感第5重的界灵师。于婷说道。原来诸葛前辈竟如此厉害，难怪。楚风终于知道为何诸葛元空会知道当今世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了，因为他当年立于界灵师最巅峰的位置，他所接触到的东西自然也就非常人可比。就算他与卧龙武宗有所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他知道常人不知道的秘密，也就合情合理了。那诸葛前辈是如何死的？是寿终正寝吗？楚风问道。于婷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他是自杀的。自杀？听闻自杀2字，楚风则是意识到事情似乎并不简单。而后经过的于婷的讲述，楚风才知道诸葛元空的死竟与悟道圣尊有关。在当年，诸葛元空乃是圣光天河最强界灵师，也是唯一一个掌握了龙变第5重的界灵师。悟道圣尊乃是后起之秀，当悟道圣尊掌握了龙变第5重之后，便立刻向诸葛元空发起了挑战。而因为2人之前便有过节，所以悟道圣尊提出了一个极为过分的要求，败者自断修为。可偏偏诸葛元空也应下了，只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诸葛元空不敌悟道圣尊。本来按照赌约，诸
诸葛元空只需自断修为即可，但诸葛元空却觉得丢了颜面，不仅自断修为，更是当场自尽，当着一众高手的面了断了自己的性命。从那一日起，圣光天河的最强界灵师就是悟道圣尊。至于诸葛元空，作为一个失败者，经历了几千年的洗礼，如今知道他的人也只有老一辈人物了，而小一辈知道他的还真是不多。按理来说，于婷也是小辈，他本不该知道诸葛元空的事，而他之所以知道诸葛元空，乃是当年他们于家的祖辈曾受过诸葛元空恩惠，诸葛元空是他于家的救命恩人。虽然现在于家早已破败，而于婷也根本没有见过诸葛元空，但是对于这件恩惠，于婷却铭记于心。因为当初诸葛元空不仅救了于家，更是赠予了于家宝物。那件宝物对于婷而言有着启蒙作用，甚至可以说，若不是那件宝物，于婷的戒灵之术也不可能有今日成就。这便是于婷对诸葛元空如此尊敬的原因。终于，楚风和于婷来到了诸葛元空的住所前。这房屋内外虽然布满灰尘，但陈设都还完整，说明这么多年过去都未曾有人来过。只是看到这一幕后，于婷却又突然变得非常伤感，甚至默默地哭了起来。于姑娘，你这是怎么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楚风有些不知所措。在我小的时候，我于家已是四分五裂，我爷爷、父母以及叔叔、姑姑都在战争中死去，我唯一剩下的亲人就是我奶奶。我奶奶是曾亲眼见过诸葛前辈解救我于家的人。虽然那个时候我奶奶也只是个孩子，但她对诸葛前辈却始终心怀感恩。哪怕多年过去，于家大部分人都忘记了诸葛前辈的恩惠，但我奶奶还记得。我奶奶说，只要她还活着，就会每年来到这里为诸葛前辈烧香拜祭。话到此处，于婷哭得更伤心了。而听到这里，楚风也是明白了，只要于婷奶奶还活着，每年都会来此，既然烧香拜祭，也定会打扫此地。可是现在来看，这里已是多年没人来过，说明于婷的奶奶也已经去世。难怪于婷会如此伤心，那可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于姑娘，你先休息一下吧。楚风不想打扰伤感的于婷，所以先自行进入了其中一个房间，寻找线索。虽然此处皆是茅草屋，但却不止一间。别看这茅草屋看着寻常，但明显有结界阻隔。莫说楚风精神力无法使用，就算可以使用，也无法直接从外面观察清楚里面的一切，所以进入房间观察才是最好的方式。但连续进入了2个房间之后，楚风的内心却越发失落。其实楚风来此本就没有抱着太大希望，可总归还是抱有一点点希望的。可一番观察之后，发现诸葛元空留下的东西都是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用品，连一件宝物都没用，更别说是特殊的线索了。这让楚风最后一点希望都开始渐渐熄灭。他觉得很难在此处找到关于能够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可忽然一声尖锐的惨叫炸响开来，听到这个声音，楚风顿时心中一紧，赶忙冲了出去。他能够听得出来，那乃是于婷的声音。顺着于婷惨叫的声音，楚风来到了另外一间茅草屋，而于婷已是昏迷过去，就躺在茅草屋的门边。于姑娘，于姑娘，楚风走上前来，想要帮助于婷恢复，但奈何楚风精神力无法使用，便无法布置阵法，甚至无法为于婷诊断伤势，所以只得取出一颗疗伤丹药塞入于婷口中。不过所幸的是，哪怕用肉眼来看，也能看出于婷的伤势并不严重。但仔细观察周围，楚风发现没有任何人的存在，也没有结界阵法。楚风也不太清楚为何于婷她会突然昏迷。不过楚风却注意到这间茅草屋的墙壁上刻满了字迹，那不是寻常的字迹，那是特殊的符咒和纹路。看到那墙面上的字体，楚风面露喜色，赶忙走上前去仔细阅读起来。可是那符咒和纹路非常复杂，并且越是观察，楚风反而会觉得心绪混乱，心烦意乱。但楚风觉得，倘若诸葛元空真的留下了什么线索，一定就在这暗藏了符咒和纹路的字体之中。于是楚风定住心神，稳定情绪，开始仔细阅读，认真观察，逼着自己也要从中找出一些端倪。由于楚风看得太过认真，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于婷已经苏醒了过来。于婷醒后，先是揉了揉脑袋，随后才观察周围。当他看到楚风站在那墙体面前的时候，便露出惊慌之容，就打算开口想要提醒什么。可是很快他又闭上了嘴巴，紧接着他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金色，他竟然熬得住。很快于婷的眼中还涌现出了一抹佩服，我找到了。忽然楚风高兴地大喊一声，他欣喜若狂。见楚风如此，于婷也是赶忙站起身来，问道：发现什么了吗？于婷姑娘，你醒了。听到于婷的话后，楚风才注意到于婷已经苏醒过来。你发现了什么？于婷问道。这符咒纹路上面记载着破解阵法的奥秘，诸葛元空前辈还是留下了宝藏的，那宝藏之中也许就有进入卧龙武宗的方法。进入那宝藏的方法有很多，诸葛前辈生前布置了多个传送门，每一个传送门都可以进入他所留下的宝藏，而这里就有一个。随我来。楚风说话间便带着于婷向后山走去，很快来到了一块石头面前。那石头看着平平无奇，但楚风却指着石头说道：按照指引，那宝藏的入口就隐藏在这石头之内，不过因为我的结界之力暂时无法施展，所以还要有劳于婷姑娘了。楚风说道：没关系，让我来。于婷说话间便开始布置结界阵法，那是破解阵法。而在破解阵法的笼罩之下，那块巨石竟真的有了变化。对，就是这样，不要急，需要一些时间。诸葛前辈很厉害，他留下的宝藏入口极为隐秘，需要耐心破解才会浮现。楚风在一旁提醒道：那就等一等吧。于婷的阵法已经布置完成，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待那宝藏入口浮现即可，他并不用一直催动。对了，于婷姑娘，你刚刚怎么突然昏迷了？楚风好奇地问道。
在楚风看来，于婷的昏迷应该不是有人袭击，但那个房屋内除了那面墙壁，也没有结界机关，所以楚风也不太清楚于婷为何会突然昏倒。尤其是看于婷此时的样子，她并未受太大影响，那昏迷对她基本没有造成伤害，所以楚风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抱歉。忽然，于婷对楚风说道：“抱歉，于姑娘，为何忽然向我道歉？”楚风则是一脸不解：“我其实刚见到你的时候是很失望的，我不明白紫菱为什么愿意因为你这样一个人做出那么危险的事，并且她一直对我夸赞你，说你的天赋可能是这个世间最好的。本来听到紫菱对你的描述，我对你也是寄予厚望，一直觉得只要找到你，你是可以救紫菱的。但当我真的看到你之后，我真的很失望，因为你的实力比我预想的要弱得多。我觉得紫菱可能是太喜欢你，所以被你欺骗或者被你迷惑了，因为你的天赋与卧龙武宗那些人来比，真的相差很多。可是刚刚我发现我错了。”于婷说道。刚刚，楚风更加不解了：“你不是问我为何忽然昏迷吗？就是因为我也看了你刚刚所看的那面墙，我也发现了那墙上的文字、符咒、纹路，我也觉得那其中可能记载着关于诸葛前辈的秘密，所以我想解读。但那些文字考验的不是修为，考验的也不是戒灵之术，考验的乃是定力与毅力。但是我定力不足，毅力不够，只是刚刚阅读便感觉头疼欲裂，难以承受。先前阅读那些字体符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都快疯了，所以我发出了那声呐喊。随后更是想要摆脱那面墙，只是为时已晚，因为我精神已经近乎崩溃，所以我转身之后便昏迷了过去。”于婷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也终于知道为何于婷会昏迷了。那面墙真的很难破解，可是你却能够完整的阅读出其中的奥秘，说明你的定力与毅力远非常人可比。在卧龙武宗的时候，我们曾做过毅力测试，我的成绩虽然并不顶尖，但毅力的测试我还算可以。可是依我看，就算毅力测试最优秀的紫菱，与你也不能相比。你果然很强，我终于知道为何你的那个亲人不愿意帮你了。”于婷说道。听闻此话，楚风忽然笑了，因为磨难让人成长，险境让人变强。我父亲不保护我，看似对我不好，但实际上他才是真的为我好。楚风说道。是，卧龙武宗有一位长老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本来觉得那是骗人的，我以为他是在安慰我们这些得不到更好资源的人，所以才编造了那样的谎言。因为我之前觉得只有给予更多的资源，给予更多的帮助，才能让人快速成长，所谓的放任完全就是欺骗。但看到你之后，我才知道那位长老说的很对，只是你这样的成长方式反而是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于婷说道。是啊，若是我父亲愿意帮我，我绝对不止现在的成就，但我可能也很难触及这浩瀚修武界的最高峰，所以我感谢的父亲，感谢他放我自由，让我自己翱翔。楚风笑着说道。原来这个亲人竟然是你的父亲。看着楚风那般的豁达，不仅没有一丝责备，反而以自己父亲为自豪的模样，于婷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他对楚风的看法却又有了新的改观。毕竟那是父亲啊，有多少人能接受父母对自己的放任不管？咔嚓，伴随阵阵碎裂的声音响起，那石头的变化越来越大，甚至隐隐间有急芒自裂缝之中浮现。于姑娘，准备好。根据那文字与符咒中的记载，这结界入口只会出现片刻，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第一时间进入其中，否则它便会关闭。楚风提醒道。而那于婷婷也是点了点头。而在二人凝视之下，很快那石头便彻底碎裂。可伴随着那石头彻底碎裂，耀眼的金芒反而消失，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片黑色。结界门浮现了，但却是一道黑色的结界门。那结界门如同黑色的漩涡，不仅诡异，还散发出致命的危险气息。一经浮现，那结界门便释放出强大的吸力，便强行将楚风与于婷二人吸入其中。不好，上当了！刚刚落入结界门，楚风意识到这宝藏入口乃是一个骗局，这很可能不是宝藏入口，而是地狱入口。可是现在楚风和于婷已经被吸入了这结界门之内，想要逃脱已是极难。于是楚风伸出手去，用自己的力量强行将于婷从结界门内推了出去。而值得一提的是，那结界门当真只存在了一瞬间，当于婷被推出来之后，那结界门便立刻关闭消失了。糟了！只是看着那消失的结界门，于婷却是一脸紧张，尽显后怕，心有余悸的同时却不知该何去何从，因为他知道若不是楚风推了他一把，他也将落入那危险之中。只是同时他却也非常懊悔，早知会这样就不该带楚风来这里。若是楚风都出事，那还有谁能救紫菱呢？楚风被卷入那黑暗的结界之中，起初也是非常恐惧，可是很快楚风发现这里面虽然充满危险气息，但却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并且很快楚风看到了光芒，他摆脱了那传送结界，落入了地面之中。楚风落地之后，那结界便立刻消失，楚风想回去也是没了机会。而楚风所落的地方是一片山脉之中，这里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没有奇珍异草，看上去倒是与九州大陆的山川地貌很像。当然楚风知道这里一定不是九州大陆。楚风本想御空而起，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但这一跃楚风虽然跳得很高，但却又很快跌落了下来。楚风面色惨白，他惊愕地发现他失去了修为。他刚刚能够高高跃起，乃是因为他肉身依旧强横，他还是至尊境的肉身，但是奈何他无法使用武力了，也无法使用武技，除了肉身强横外，他就如同一个废人。楚风仔细查探身体，却也查探不出个究竟，毕竟武力都没有了，还怎么查探啊？而最令楚风无奈的是，楚风的结界之术也使用不了，现在的他除了肉身强横之外，简直与普通人没有两样。猛然间，
地动山摇，怒吼响彻，顺声观望，远处的树木大片的倒塌，浓烟更是冲天起，而那怒吼声更是越靠越近。没过多久，一只高达10余米、长达几十米巨型凶兽便从丛林之中冲了出来。那凶兽看到楚风，二话不说，张开血盆大口，便向楚风咬了过来。我日！见此情形，楚风转身便要跑，只是奈何他虽然身体强悍，可毕竟武力不在。现在的他虽然比普通人速度还是要快，力量也更大，可怎么能比得过身后那只带有修为的凶兽？楚风没跑出多远，那凶兽已是来到近前，一口向楚风咬了下去。只是那巨大的牙齿咬中楚风之后，楚风不仅完好无损，反而是那凶兽的牙齿应声折断。紧接着，那凶兽便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那可是他的牙齿啊，牙齿断裂必然也是很痛的。不长眼的东西，也不看看你小爷是什么人。就算我修为暂时消失，可我依旧是至尊的肉身，你这点本事还想吃我，真是自讨苦吃。楚风看着那凶兽，得意的嘲讽起来。可谁曾想，那凶兽就好像听得懂楚风的话一样，再度张开血盆大口，向楚风冲了过来。而这一次，他学聪明了，没有用牙齿去咬楚风，反而是将楚风活吞了进去。楚风被吞入那凶兽腹中，便开始疯狂捶打那凶兽的肚子。但奈何楚风现在力气太小，就算超于常人，却无法奈何这只凶兽。这种情况下，楚风便想从乾坤袋内取出冰刃，利用冰刃的力量破开这凶兽的肚子。但是奈何乾坤袋竟然也被封锁了。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无奈至极。楚风知道，以他肉身的强度，这凶兽别想将他消化掉，但偏偏他又没有办法逃脱。这样下去，岂不是就要被这只凶兽拉出去？那也未免太丢人了吧？找到了，就在这里，活着太麻烦了，直接杀了他。对，杀了他。忽然，楚风听到有修武者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便有冰刃交织的轰鸣响起。那凶兽四下逃窜，更是哀嚎不断。楚风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听声音也知道是有修武者来攻击这只凶兽了。快救我！救我出去！这凶兽肚子里还有一个人呢！楚风赶忙大喊求救，可是奈何这凶兽皮糙肉厚，似乎有隔绝声音的作用。楚风虽能听见外面人的声音，但外面那些人却听不到楚风的声音。无论楚风怎样呼喊求救，他们都是听不到，这可就急坏楚风了。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楚风能够听到那些人的对话。原来他们杀这只凶兽，是因为这凶兽的肉好吃，他们要准备酒宴，所以才特意猎杀凶兽，目的是想把凶兽抓回去做菜用的。所以他们猎杀凶兽之后，并没有将凶兽丢在此处，而是将凶兽抬走，这让楚风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们听不到楚风的求救声音，但他们既然要把凶兽做成菜，回头就一定会将凶兽剁开。当凶兽身体被分隔开，楚风自然也就得救了。果不其然，楚风很快便送到了类似厨房的地方。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把这凶兽的牙齿弄断了？难道不知道这凶兽的牙齿非常珍贵，可以用来炼制冰刃吗？那掌刀的人说道。我们这不是我们弄的呀。是啊，是他自己弄断的。掌刀之人的身边围绕着一群人，他们正是先前猎杀了这只凶兽的人。也对，你们的实力好像无法弄断这凶兽的牙齿。奇怪，好端端的怎么会断了呢？这种凶兽可是很爱惜自己的牙齿的。算了，管他呢，先切了他再说。掌刀之人说话间手起刀落，扑哧一声便将那凶兽斩成了2段。只是这一刀下去之后，便立刻有一道身影从中跳了出来。这个人自然便是楚风。我的妈呀，这肚子里面怎么还有一个人啊？只是看到楚风之后，那毫无准备的人们却是被楚风吓了一跳。楚风并未理会他们，而是先找了一些水，将自己的身体冲洗了一下后，这才笑着对他们说道：多谢了诸位，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谁啊？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会在那凶兽的肚子里啊？此时那些人也是冷静了下来，对楚风连询问道：我是从结界门进入这里的，进入此处之后，不知为何我的修为突然消失了，所以才会被这凶兽吞掉。楚风说道。什么结界门修为消失？天哪，你该不会是从外面进来的人吧？听闻楚风的一番话后，刚刚冷静下来的众人变得又不冷静了。我的确是从结界门内进入此地的。楚风说道。新人，原来是来了一个新人，快去禀告金鹤大人，有新人进来了。当确定楚风是通过结界门进入此处之后，这些人竟变得兴奋起来，并且许多人大喊大叫的就冲了出去。没过多久，就有更多的人跑到了这厨房之中，窗户和门被围得水泄不通。那些人就像是看耍猴一样，盯着楚风，眼中充满了好奇。有的人还带着吃的来的，有的吃西瓜，有的嗑瓜子，那个模样就真的跟看戏的一样，一边打量还一边念叨：居然是一个年轻人，很久没有年轻人进来了。是啊，你们猜猜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是一位修武高手？想什么呢？看他的年纪不会太大，应该还是小辈吧。一个小辈能有多强？依我看是不小心触发了结界门被吸进来的。触发结界门吗？那也太倒霉了吧！这么年轻，本有大好前程，竟要一辈子被困在这里，实在可惜了。众人看着楚风议论纷纷，有的好奇，有的兴奋，有的则是替楚风感到惋惜。但是这些人的议论却也带给了楚风一些信息，这里似乎进来了就不太好出去了，让开，金鹤大人来了。忽然外面又传来了阵阵声音，听到这个声音，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则是向两边散开，让出了一条道路。而顺着那道路，一道身影走入了厨房之中。看到这道身影，楚风则是又惊又喜，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来者乃是一位老者，
他身穿金色的衣衫，留着金色的长发，金色的胡须，金色的眉毛，就连皮肤都是金色的，尤其是那一双金色的眼睛，格外有神。而这位老者看到楚风之后，也同样感觉难以置信，他甚至狠狠地揉搓了几下自己的眼睛，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天哪，楚风，竟然真的是你！此时，楚风也是满面笑容，上前说道：“金鹤前辈，真是许久不见。”因为这位一身金色的老者乃是金鹤真仙，金鹤真仙乃是楚风在百炼凡界之时所遇到的贵人。楚风与他交集颇深，最后一次见到雪姬和老猫，就是在楚风帮金鹤真仙去拿封神竹简的时候。虽然楚风成功拿到封神竹简，但却被半路杀出的老猫抢走。说这件事，楚风还一直觉得有些愧对金鹤真仙。而楚风最后一次见到金鹤真仙，也是在百炼凡界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身穿蓝袍的人与楚风的父亲有过节。虽然当时百炼凡界内所有人都不知道楚风是楚轩辕的儿子，更不知道楚风是楚氏天族的族人，但因为怀疑楚风是楚轩辕的儿子，那蓝袍人便想要对付楚风。当时的楚风太过弱小，根本不是那蓝袍人的对手，是金鹤真仙出面将那蓝袍人吓退了。当时金鹤真仙与楚风告别，说他要离开百炼凡界，至于去哪里，当时他也没有决定。而那便是楚风与金鹤真仙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楚风踏入大千上界，纵横祖武星域，修为更是突飞猛进，只是却再也未曾见过金鹤真仙。本来楚风以为可能与金鹤真仙此生再无交集，不曾想却在这里再度遇到了金鹤真仙，这可真是突如其来的惊喜。楚风，你怎么也进到这里来了？你这小鬼也太不小心了。只是看到楚风的喜悦过后，金鹤真仙却又是忍不住摇头叹息。等一下，金鹤大人，您说他叫楚风，难道说他就是您之前所提起的那个修武天才楚风吗？忽然人群之中有人问道，紧接着所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发生了变化，那目光竟然变得非常的炙热。对，他就是我与替你们所提起的那个我在百炼凡界所遇到的修武天才楚风。金鹤真仙对众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人群之中的众人则是变得更加兴奋和激动，甚至有人呐喊欢呼，而无数暗中传音也开始流入楚风耳中，那都是敬仰和欣赏的声音。虽说楚风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看这个样子，楚风在这里早已是大名鼎鼎了。随后金鹤真仙便将楚风安置到了一座宫殿之中休息。经过金鹤真仙的讲述，楚风才知道这里大概是一个什么地方。首先进入此处的人都是无意或是有意间遇到了那黑色的结界门，然后就被吸入了此处。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遇到黑色结界门的地点更是各不相同。不过这也正常，毕竟楚风早就知道诸葛元尊布置的宝藏入口不止一个，反而有很多个，并且遍布各地，所以楚风推测这里就是诸葛元尊所留下的宝藏之地。只不过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一点，还以为是寻常的遗迹，只因倒霉才被卷入了此处。